与中国靠自身战胜疫情、扭转经济不同，美国为了维持社会的运行，靠的是史无前例的疯狂印钞。但是印钞的后果非常严重，直接导致美元贬值，美国国内通胀泛滥。以往美国印钞都是由世界各国来买单，受苦的都是各国底层的老百姓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其他国家都在靠印钱度日，能靠生产商品来缓解美国通胀的，还是只有中国。美国急需中国来接盘，但是中国现在却不买单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熊猫。人民币和美元正在呈现两极分化，一边是人民币正在加速国际化，另一边是美国在无限印钱，导致物价通胀，美元开始贬值，甚至是有点绷不住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看看我国最近几个动作就知道了。在人民币方面，今年5月份，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成军表示，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，央行最终要放弃汇率目标，然后是中国与土耳其签署货币互换，加上人民币互换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。货币互换大家肯定知道，就是为了绕开美元。那什么是放弃汇率目标呢？这边解释一下。以前我们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，所以把人民币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汇率，比如中国常年将人民币与美元维持在1:6左右，这样我们的产品卖到美国，价格也会相对较低，出口的商品就更具有竞争力了。以前我们就是靠着价格优势才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，现在放弃汇率目标，就是不刻意去管控汇率，让市场决定人民币价值。大家也可以理解为，我们不再刻意去压低汇率，以前1美元可以换6块多的人民币，以后就不一定了。有些眼尖的猫粉可能就反应过来了，不压低价格，那中国出口的产品还有竞争力吗？如果是以往，从低端转型到高端会痛苦一点，但是现在却是难得的良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主要有3点原因。第一，中国经济不再以西方为主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开始发展内循环。2020年，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达到了41.2万亿元，为全球第2，预计未来几年有望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1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，也即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。中国未来经济也将由外转向内外双循环。而在内循环的大前提下，适当的升值有利于平衡进出口。啥意思啊？就是美元换人民币换的少了，相对于国内的资产来说，不就增值了吗？第二点，由于疫情影响，整个世界制造业都停滞了。现在全球只有几个国家可以正常运行，其中中美是最为强劲的2个国家，但是制造业火力全开的就只有中国，几乎以一己之力维持着整个世界的需求。用一句话来表示，以前是买方市场存在竞争，现在世界进入卖方市场，我们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产品的竞争力了。比如在5月份时，印度由于抗疫不力，又被美国封锁疫苗原材料后，就提出让中国帮忙压低原材料价格。其实这就是卖方市场导致的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还有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，与中国靠自身战胜疫情、扭转经济不同，美国为了维持社会的运行，靠的是史无前例的疯狂印钞。但是印钞的后果非常严重，会直接导致美元贬值、物价飙升。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，2021年4月份，美国消费物价指数 CPI 达到了4.2%，到了5月份 CPI 狂涨到5%，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。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概念，我给大家看看福布斯统计的美国物品涨价列表。美国人最喜欢的培根涨价10.7%，牛肉批发价上涨18.5%，鸡蛋价格上涨了16.1%，航空公司票价上涨了10%，美国国内物价几乎全面上涨。总结就是一句话，美国通货膨胀要控制不住了。这就是疯狂印钞的后果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本猫先解释下美国疯狂印钞是如何导致通货膨胀的。我们假设下全世界各国的货物加起来总共价值40万亿美元，此时货品和财富是对等的，都是40万亿。但是这时美国又印了40万亿美元，那么整个世界财富加起来就变成了80万亿美元，增加了1倍，但是货物总量却没有增加，这就造成了有价无市，钱变得比原来不值钱了，这就是通胀。所以从原理来看现在的美国要想控制通胀的方法只有2种，一种是增加货物总量，就是希望有人站出来疯狂的生产货物，从货物端来抵消美国疯狂印钞的差价，说白了就是替美国承担印钱的后果。以往美国印钞都是由世界各国来买单，受苦的都是各国底层的老百姓。比如在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泡沫，中国作为出口大国也深受影响。出于自身稳定发展的考虑，中国开足马力生产商品，以一己之力向全世界输出了大量的商品，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，这才帮助全球缓解了通胀的现象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，由于疫情的影响，世界各国都出现了经济危机，每个国家都在印钱度日，谁也不愿意让美元轻易收割自己的财富。能靠生产商品来缓解美国通胀的，还是只有中国。
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分别在5月27日、6月2日、6月10日多次与中国联系，讨论贸易问题，就是希望中国能当这个接盘侠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美国着急，中国却并不急。你说打贸易战就打，你说谈就谈，那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我们此时并不急，所以要慢慢来。就像那句经典的话，美国没有资格高高在上同中国说话，中国不吃这一套。其实美国除了求别人接盘外，还有一种解决通货的方法，那就是直接对美元下手，也就是加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增加贷款的利息，让原来超印的美元直接回流到美联储手上，这样物价就慢慢回归到原来的价格。也就是说加息是可以稳定物价，长期来看是可以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。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既然美国加息就可以控制通胀，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答案是印钱容易收钱难。美国疯狂印美元一般出于2个目的，一个是稳定经济，一个是收割世界财富。但是目前这2个都遇到了问题。在经济方面，美国企业现在就是靠着政府印钞撑着，如果这个时候抽调资金，那么美国股市必然崩盘，美股必然大跌。而美国股市就是美国经济走向，美国中产阶级以上大部分的财富都在股市上面，所以加息会导致美国中产和富人的财富消失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立马加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加息能提高底层人民生活质量，不加息可以保住美国富人的财富，你猜美国高层会怎么选？其实答案在中美2国都是肯定的，中国肯定优先保证底层人民的生活质量，而美国则恰恰相反，它会优先保证美国富人的财富，因为美国国会以及美联储本身就是由资本财团组成的。答案也正如本猫所料，6月16日，美联储就宣布维持利率不变，加息日期至少要到2023年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虽然没有加息，但是美国股市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还是出现了暴跌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这里面有个关键词：提前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就要说到第2个原因，收割世界财富。美联储的每一次降息和加息，其实都涉及到一个美元的流动规律，美元潮汐。而美元潮汐则是收割世界财富、体现美元霸权的重要武器。美联储不加息，就是收割财富的时间还太短，收割的还不够，不忍心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什么意思呢？这边做下科普大家可要认真观看了，因为接下来的每个知识都与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，而且原理也不仅限于美元，各个国家都一样。大家听懂了，或许对于自身的财富会有个新的认识。美元收割世界财富通常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明面上直接来收割，叫做铸币税；另一种是从全球范围来寻找猎物，就是通过美元流动来收割财富，叫做美元潮汐。我们先说下明面上的铸币税吧。铸币税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印钞让市面上的钱贬值的现象，放在美国身上就是美国这2年疯狂印钞让美元贬值了，那么欠下世界各国的财富就相对变少了。我们以上面的比喻作为例子，假设现在全世界的美元加起来共有40万亿，其中20万亿美元在各国之间流通，还有20万亿是美国欠下各国的国债，那么整个世界的财富总量就是40万亿美元。现在美国再印个40万亿，那么全世界的财富就变成了80万亿，但是各国流通的财富以及美债加起来才40万亿，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财富直接缩水了一半。当然以上比喻并不准确，只是在说明一个问题，铸币税是美国通过印钱导致世界财富减少，然后变相收割财富的方式。但是这种方式的弊病也很多，世界各国也不是冤大头，大家一看这不是明着剪我们的羊毛吗？我们不干。美国人民一看也不乐意了，手里的钱价值也少了一半，我也不干了。如果大家都不干了，那就危险了。美国当然也知道直接薅羊毛的方式太粗暴了，所以在以往的时候每次只是印一点点，既让各国觉得心痛，又稍微可以接受，就差不多了。毕竟大家都要生活，谁也别为难谁。只有发生了类似20年这样的经济危机时，才会疯狂的印钱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各国也会不爽，都是经济危机，凭啥你印钱就度过了危机，还把危机转嫁给了我们？所以即使是经济危机，美国也不敢明着无节制的印钱。但是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，这么点钱对于欠下巨额国债的美国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，所以又发明了一种暗地里薅羊毛的方法。这就是美元潮汐。美元潮汐一般由3个步骤组成。第一步，印钱让世界上的美元总量增多。第二步，美联储降息，把钱低利息甚至零利息贷给美国企业。美国企业拿到美元后，就开始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投资或者买，收割世界财富。第三步就是美联储加息，增加贷款的利息，美国企业就开始将收刮来的财富一部分还给美联储，一部分留给自己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再解释一下，美联储配合疯狂印钞了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花在底层人民身上，很大一部分是给企业的，目的就是让企业维持正常运行，保证就业率，也相当于是间接的帮助底层人民。你们觉得企业拿到这些钱真的去拯救老百姓了吗？
给大家3秒时间把答案写在弹幕上。如果是选2的，那真是太天真了。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，救济穷苦百姓那是不存在的。通常的做法是哪里挣钱留下哪里。我打个比喻吧，美国将钱贷给 A 企业，A 企业却发现由于经济危机，在美国投资挣钱只有1%的利润，甚至可能亏损。那么他还会去投资吗？当然不会，而是去买可以保值的资产，比如房子、黄金、优质股票等等。2020年时，美国明明出现经济危机，但房价却是在蹭蹭的往上涨。直到今年6月份，美国国内有89%的地区房价涨幅超过10%。道理就是这样，富人们都在拼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，只有那些没有钱投资的底层人民才会被现实痛打得爬不起来。但为什么说是富人，却不说是美国富人呢？大家自己意会。这才只是资本的第一层，保值永远不是他们想要的，他们要的是增值，甚至是大幅度的增值。于是他们就将目光瞄向了全世界，发现在 B 国内投资，每年的收益可以达到10%，比美国的1%好多了。你猜他们会不会携带贷款来的资本来 B 国投资？当然会，而且他们还会再向美联储多贷一些钱，越多越好，反正是没利息的，左手倒右手就可以净挣10%，傻子才不做啊！假如这个国家刚好也需要钱，或者没有对外资进行控制，那么双方一拍即合，于是大量的资金涌入进来，一场财富收割战正式开始了。B 国的钱多了，工厂自然也就大力发展，工人的工资、政府税收自然也增加了，外资也得到了好处，一举多得。从表面来看，此时的 B 国无疑是幸福的，他享受到了资本带来的红利，但是却忘记了一张弥天大网正在慢慢套牢这个国家。当工人有钱了，物价和房价就变高了；政府有钱了，福利就变高了，各种成本都在风一样的上涨。B 国在世界上风声鹊起，很快就会引起美国的注意。不对呀，我印钱给你是让你去救济美国国内的穷苦百姓，结果你跑去救济其他国家去了，不行，我要加息。于是就将原来贷款的零利息提升到5%，甚至是10%。各个企业一看，这下没得挣了，要赶紧还钱了。于是大批的资本开始抽离，资本一撤，B 国就像是一座没有根基的大厦，一下子轰然倒塌。没有资本的持续投入，工厂也就无法维持，开始纷纷倒闭，工人失业率增加，国内经济也开始慢慢衰退，市场上的高房价也就成了泡沫。房价崩塌又会导致银行坏账死账一堆，就像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引发的连锁反应。有些说你这就开始痛斥资本，那么说明你对血淋淋的资本认识的还不够，不懂美元为什么可以叫做金融收割机。美国资本家狠起来，连自己人都收割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美国通过铸币税和美元潮汐，在明暗2个地方收割了其他国家的财富的时候，其实无形中还收割了美国底层人民的财富。这些人的资产却因为经济危机变得越来越少，全被富人收割走了。最关键的是，美国政府、美联储以及美国企业其实都是美国资本财团控制的，也就是说，印钞、降息、加息、美元流动的过程，其实都是美国资本自己在玩。就像是在一场赌局的赌桌上，洗牌和发牌都是自己，而且还是明着发牌，那其他人不输才怪。这就是我经常说的，每一次世界经济危机，其实并不是世界财富的蒸发，而是一次财富的再分配。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是美国收割其他国家；在阶层上，是美国富人收割穷人的盛宴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每一次经济危机，穷人越穷，富人越富。全球有1%的人掌握着全球45%的财富。纵观美联储的降息和加息的过程都非常的有规律，基本维持在8到10年一个轮回。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危机，阿根廷、墨西哥等拉丁国家财富大幅缩水。1997年开始又爆发亚洲金融危机，席卷东南亚，包括韩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国家均受到影响，经济进入衰退期。2008年，美国次贷泡沫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。在这几次经济危机的背后，都有美国资本在做推手。所以现在回头看看美国为什么不提早加息，除了维护股票以外，美元收割世界的财富收割的还不够。上次美联储降息是在2020年3月，至今才过去1年多，还没有到美元潮汐收割财富的规律。再说的白一点啊，就是收割的时间太短，收割的财富太少，没有办法帮美国快速度过经济危机，只能放任美元继续在世界各地增值。其实通胀还远没有结束，未来还会更高。一般通胀的规律是保值资产和消费品等价格先涨，而后蔓延到大宗商品、工业品等各种商品。比如在今年的4月和5月时，很多工厂都因为原材料涨价停止接单，甚至直接关门，就是因为原材料涨价了，但是工厂生产的产品却还没有涨价。为了应对大宗商品涨价造成的影响，国家发改委于6月18日宣布要投放铜、铝的各种原材料，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国内的制造业。
聊到这里，我们顺便再讲得深一点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会说了，大家都懂的道理，为什么还会让美元屡屡得手？其实这就跟丛林法则的道理是一样的，谁都知道老虎肚子饿了是要捕猎的，但是所有人都心存侥幸，要么觉得自己体积足够大到老虎不敢下嘴，要么就期待收割的对象不是自己。大家其实都是在自己骗自己。科技代表着产业链顶端，美元通过与科技产业、军事实力相互依存，如果谁敢挑战其中一个，那么另外两个就会变成组合拳。比如上世纪80年代，日本在科技上挑战美国，美国就用金融与军事对日本进行威慑。比如继承苏联的俄罗斯，虽然军事实力强悍，但美国却联合北约，在金融与科技方面围堵俄罗斯。比如中东的几个国家试图绕开石油美元体系，美国就一边搞金融战，一边军事介入。2021年4月，美国副总统说漏嘴，美国发起战争就是为了石油，其实就是为了维护石油美元体系。通过美元、科技与军事的组合拳，美国再与工业必需品石油捆绑，让其他国家无法绕开美元，那么美国就可以让美元收割世界。正是因为有科技和军事的支撑，美元潮汐才变成了美元霸权。但是美元霸权就真的无法破解了吗？其实并不是，很多国家都开始实施自己的货币政策。2019年，德、法、英等国家成立了 Instex 支付系统，绕开美元与伊朗进行石油交易。后来比利时等国家也加入进来。今年2月份时，欧盟委员会又通过政策表示要重塑欧元的国际地位。到了21年5月份，欧元的国际支付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的国际支付货币。而中国也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，人民币互换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。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越来越多。纵观国际货币的交叠更替，你会发现，由于美国的挥霍无度，历史已经走到了分岔路口。未来怎么走？人民币到底怎么完成逆袭？其实答案都藏在美元逆袭的历史中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中国也将加速摆脱美元霸权。未来像俄罗斯那样彻底放弃美元结算的情景，未必不会再出现。而中国的人民币正遇到了最好的时机。我是熊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下一期我会为大家解释清楚，为什么现在是人民币反击美元的最好时机。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见。